日本人究竟从何而来？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为何如此独特，却又难以追溯到明确的源头？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还深刻影响着日本与邻国，尤其是与韩国的复杂关系。今天这一期，我们一起探索日本民族的起源之谜，追溯其独特的生物、语言、考古学线索，并深入分析弥生时代和绳文时代两次人口巨变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些历史如何塑造了现代日本的文化与身份。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这本书的日本人乃何许人也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日本人的起源，独特的民族，争议的谜团。在现代世界强国中，日本民族在文化和环境上都显得与众不同。日语的起源也一直是语言学界争议最大的话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主流语言与日本语存在明确的亲缘关系。日本人究竟从何而来？他们何时来到日本？独特的日语又是如何演变而成的？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也影响着其他民族对日本的看法。鉴于日本的崛起及其与邻国间复杂的关系，揭开这些谜团变得尤为紧迫。在上一版《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我几乎没有提及日本，这是该书在地理上的一大空白。自出版以来，关于日本起源和日语来源的新信息不断涌现，这促使我尝试将日本纳入我的整体框架。寻找答案非常困难，因为各种证据相互矛盾。一方面，日本民族的生理特征不明显，他们的外貌和基因与东亚其他民族，特别是朝鲜人非常相似。正如日本人喜欢强调的，他们的文化和生物特征高度统一。除了北海道最北部的阿伊努人，日本各地的人们几乎没有差异。这些事实似乎表明，日本人是近期才从东亚大陆抵达日本，并取代了原住民阿伊努人。如果真是这样，你可能会认为日语与某些东亚大陆语言有亲缘关系，就像公元6世纪后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欧洲大陆占领英格兰，导致英语与其他日耳曼语系密切相关一样。那么，如何解释日语可能古老的起源与指向其近期起源的其他证据之间的矛盾呢？目前有4种相互冲突的理论，每种理论在某些国家受欢迎，而在另一些国家则遇冷。在日本最受欢迎的理论认为，在公元前2万年以前，远古冰河期的人类就已占据日本，并逐渐演变为现代日本人。另一种在日本广为流传的理论则认为，日本人是公元前4世纪穿越朝鲜征服日本的中亚游牧骑兵的后代，但他们并非朝鲜人。然而，许多西方考古学家和朝鲜人推崇的一种在日本某些圈子里不受欢迎的理论认为，日本人是公元前400年左右带着稻米技术从朝鲜移民过来的后代。最后一种理论认为，现代日本民族是由前3种理论中提到的民族融合而成的。日本人起源的敏感性。当讨论其他民族的起源时，通常可以不带感情色彩，但谈及日本人的起源时，情况则不同。与许多非欧洲国家不同，日本在19世纪末从闭关锁国中崛起，并建立了工业化社会，同时保持了政治独立和文化传统，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此，日本人可以理解地关注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传承自身传统。他们希望确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如此独特，只有同样独特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才能与之匹配。承认日语与其他语言的关联，似乎会让他们丧失文化特征。早期历史与神话。直到1946年，日本学校都教授神话历史，其内容基于公元712年和720年成书的日本最古老编年史。这些编年史描述了太阳女神天照如何从创世神伊邪那岐的左眼诞生，并派遣其孙子埃尔义命降临日本九州大地，迎娶一位帝神。埃尔义命的曾孙神武在神鸟的帮助下击败敌人，并于公元前660年
成为日本的第一位天皇。为了填补公元前660年与有历史记载的最早日本君主之间的空白，编年史又虚构了13位天皇。在二战结束前，当裕仁天皇最终向日本人民坦白自己并非神灵后裔时，日本的考古学家不得不对此进行解释。时至今日，尽管解释的自由度更大，但限制依然存在。日本最重要的考古遗址是公元300年到公元686年间修建的158座巨型陵墓，被认为是皇室祖先的埋葬地，至今仍由宫内厅管理。挖掘这些陵墓被严格禁止，因为此举被视为亵渎神圣，并且可能引发对日本皇室真正来源的不必要猜测，例如是否来自朝鲜。美国的考古遗址来自与大多数现代美国人无关的美洲原住民，而日本的遗址无论多么古老，都被认为是现代日本人祖先的遗留。因此，日本的考古事业获得了巨额资金支持，并受到全球瞩目的程度首屈一指。每年，日本考古学家雇佣5万名实地勘探者进行上万次挖掘，因此，在日本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是整个中国的20倍。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和日本几家主要报纸的头版看到有关挖掘的报道。那些决心证明现代日本祖先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抵达日本的考古学家，在报道挖掘时，着重强调日本远古居民与其他地方的同期人种如何不同，又与今天的日本人如何相似。例如，在讲述一个2000年前的遗址时，考古学家会将注意力引向该遗址居民倾倒垃圾的垃圾坑，并说明日本人早在久远的年代就注重清洁，而这项传统正是他们设想的后代如今引以为傲的。历史的争议与日韩关系，理性讨论日本考古变得尤为困难，因为日本对其过去的解释影响着其当前的行动。在东亚民族中，谁将文化带给了谁，谁在文化上更优越，谁又是蛮夷，谁又在历史上对谁的土地行使过主权。例如，多项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300年至700年之间，日本和朝鲜存在人员和物资交流。日本人将这解释为日本征服了朝鲜，并将朝鲜的奴隶和工匠带回日本，而朝鲜则认为是朝鲜征服了日本，并且日本皇室的始祖就是朝鲜人。于是1910年，当日本出兵朝鲜并将其吞并时，日本军事将领在庆祝吞并时宣称这是重建古老合法秩序。在接下来的35年里，日本占领军竭力根除朝鲜文化，并在学校课堂上用日语取代朝鲜语。在日本居住了几代的朝鲜家庭至今仍难以取得日本公民权。日本的笔冢至今仍埋藏着16世纪日本入侵朝鲜时从朝鲜人脸上割下并作为战利品带回的2万只鼻子。因此，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普遍仇恨不足为奇，而日本人对朝鲜人的鄙视也由来已久。考古争议能激发出狂热，在此仅举一例。在日本出现史料之前，最著名的考古遗址是公元5世纪江田船山古坟的铁剑，它被指定为国宝并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铁剑上用白银镶嵌的中国汉字铭文，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文字样本之一。内容涉及一位帝王及其侍从，以及一位名叫张安的朝鲜书吏。由于缺损、生锈或遗失，其中一些汉字只能猜测。日本学者传统上将遗失汉字解释为帝王指的是日本反正天皇，也就是8世纪日本史料中的睿齿别尊。然而1966年，朝鲜历史学家金松勇指出，遗失的名字实际上是朝鲜国王盖鲁，而有名字的那位侍从则是当时占领部分日本的朝鲜诸侯。此言一出，立即震惊了日本学者。所谓的古代合法秩序到底是什么呢？如今，日本和韩国都是经济强国，他们带着被虚假神话和累累暴行侵染的有色眼睛，隔着对马海峡彼此相望。如果这2个伟大的民族无法找到共同的立场，整个东亚的前景堪忧。正确了解日本民族的真实来路及其与关联密切的朝鲜民族分化的历史，对于找到共同立场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日本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日本独特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其独特的地理和环境。乍一看，
日本和英国在地理上高度相似，两国都是从欧亚大陆分离出来的大型岛群，一东一西，但两国的细节差异却不容小觑。日本比英国更大，也更偏离大陆。日本 14.6 万平方英里的国土是英国的1倍半，差不多和加利福尼亚州一样大。英国距离对岸的法国仅仅有22英里，而日本距离亚洲大陆最近点韩国却有110英里，距离俄罗斯有180英里，距离中国大陆460英里。这也许是造成英国历史上与欧洲大陆有更多牵绊，而日本与亚洲大陆却较少瓜葛的原因。例如，自基督诞生以来，英国总共遭遇了4次来自欧洲大陆的成功入侵，而日本却安然无恙，除非朝鲜确实征服过有史料记载之前的日本。反过来，英国军队自公元1066年诺曼底征服后，在每个世纪都曾进入欧洲大陆，而在19世纪晚期之前，日本一直未染指亚洲大陆，除了在史料记载之前和16世纪的最后10年出兵朝鲜。因此，地理上的细节使得日本更为孤立，也造就了比英国更为独特的文化特征：湿润的气候与丰饶的资源。说到日本的气候，其每年降雨量可达160英寸，是世界上最湿润的温带国家，并且与欧洲大部分地区普遍的冬季降雨不同，日本的降雨集中在作物生长的夏季，充足雨量与夏季降雨的结合，使得日本成为温带地区农作物产量最高的国家，得益于从潮湿山区流向倾斜低地平原的众多河流。一半的农田都用于劳动力密集、高产型的灌溉水稻种植。尽管日本 80% 的国土是山区，不适合农耕，只有 14% 的土地是农田，其每平方英里养活的人口却是英国的8倍。事实上，就可用农田的比例而言，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主要社会。日本的高降雨也保证了森林在采伐后能迅速复原。尽管数千年来人口一直稠密，但人们对日本的第一印象仍然是青葱翠绿，因为至今其森林覆盖率依然高达 70%， 而相比之下，英国仅为 10%。 反过来说，这些森林也意味着天然草原或天然牧场不存在。传统上，日本大规模饲养供食用的唯一动物是猪，绵羊和山羊都微不足道，而养牛主要是用于耕地和拉车，而非食用。和牛至今仍是少数富人的奢侈享受，每磅售价可高达$100。日本森林的构成随纬度和海拔而不同，南部低海拔区是常绿阔叶林，中部是落叶林，北部及高海拔处则是针叶林。对于史前人类而言，最富饶的当属落叶林，那里有丰富的可食用坚果，如核桃、板栗、马栗、橡果和山毛榉。日本的水域也和森林一样富饶，湖泊、河流、内海、西部的日本海和东部的太平洋都盛产鱼类，如三文鱼、鳟鱼、金枪鱼、沙丁鱼、青鱼、鲱鱼和鳕鱼。今天，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捕捞、进口和消费国。日本水域还盛产蛤蜊、牡蛎和其他贝类、螃蟹、小虾、小龙虾和可食用海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陆地、淡水和海洋的丰产是解开日本历史之谜的关键。日本起源的生物学、语言学和考古学证据。在检索考古证据之前，让我们先从生物学、语言、早期雕塑和历史记录来探究一下日本的起源。这4类证据之间的矛盾，正是日本起源众说纷纭的原因。从西南到东北，日本的4个主要岛屿分别是九州、四国、最大的岛屿本州和北海道。直到19世纪末，日本大规模移民北海道之前，那里加上本州北部一直都是居住着阿伊努人，他们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只有非常有限的农业。与此同时，日本则占据着其他3个岛屿。从基因、头骨和外貌特征来看，日本人与其他东亚人非常接近，包括中国北方人、西伯利亚东部人，特别是朝鲜人。甚至我的日本和朝鲜朋友也说，单看相貌，他们自己有时候都分不清日本人和朝鲜人。至于阿伊努人，他们独特的相貌
也引发了对其来源和亲缘关系的大量研究，数量之多，超过了地球上任何其他民族。阿伊努男子胡须努密，体毛之丰居各人种之首。这个特征加上其他一些遗传性状，如指纹和耳垢类型，使得他们常常被归入不知何故从欧亚大陆东迁，最后落脚日本的高加索人种，也就是所谓白人。但是纵观其基因特征，阿伊努人与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冲绳人在内的东亚人种还是有联系的。也许当他们从亚洲大陆移民，并在日本列岛开始离群索居的生活之后，由于较少有通过性选择而产生的基因，导致他们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外形。阿伊努人独特的外形和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日本人并不出众的外形和精耕细作的生活方式，常常被用作证据来直接证明阿伊努人是日本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住民后代，而日本人则是近期从亚洲大陆而来的入侵者。但这种观点与日语的独特性又难以吻合。日语与世界上的其他语言没有密切关联，不像法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关系，这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迄今为止，就这个话题，许多学者只能说，日语是亚洲阿尔泰语系的孤立语种。该语系还包括突厥语、蒙古语和东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族。朝鲜语也常被视为该语系的另一孤立语种，并且在这个语系中，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关联可能近过与其他语种的关联。不过，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相似之处仅仅局限于大致的语法特征和大约 15% 的基本词汇，而不像法语和西班牙语那样共享具体细微的语法和词汇。如果日语和朝鲜语之间这种即便微弱的关联能被认可，那么共享的 15% 词汇意味着这两种语言是在5000年之前就开始相互分化，远远超过法语和西班牙语在不到2000年前才分家的历史。至于阿伊努语，它的由来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可能它与日语完全没有任何特殊关联。古代雕塑与历史记载，继生物性和语言之后，有关日本起源的第三类证据来自古代雕塑。现存年代最久的日本先人象形物是约1500年前竖立在古墓之外被称为直轮的雕像，其外形尤其是眼部形状，活脱脱地反映了东亚人的形象，与现代日本人或朝鲜人别无二致，而与毛发浓密的阿伊努人毫不相似。如果日本人确实取代了北海道以南的阿伊努人，那么这一事件肯定发生在公元500年以前。1615年，当日本人在北海道设立通商口岸之后，他们对待岛上阿伊努人的方式就和美国人对待美洲土著差不多。被征服的阿伊努人被圈入聚居地，为通商口岸劳动，其土地则被日本农民拿走。倘若他们起来反抗，结局一概格杀勿论。1869年日本吞并北海道后，日本的学校教师开始对阿伊努文化和语言展开根除行动。今天，这种语言已经几乎灭绝，纯种的阿伊努人也很可能绝种了。由于中国发明文字的年代远早于汉字向日韩传播的年代，我们能获得的关于日本的最早文字信息来自中国编年史。在公元前108年和公元313年之间，中国在北朝鲜占领了一块定居地，并与日本互换使节，由此产生的中国史料将各种民族称之为东夷，而日本则被冠名为倭，其居民被分割在上百个频频争斗的小型邦国内。在公元700年之前，保存下来的日文碑铭中有关朝鲜人的记述很少，但是在公元712年和720年，先后在日本和朝鲜出现了大量编年史。这些日本和朝鲜的编年史虽然旨在联系更久远的历史，但满纸的凭空捏造。比如日文典记中关于其帝王乃天照大神的后代，说明这些只不过是为统治家族证明和贴金的做法。不过这些编年史还是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日本曾经受到大量来自朝鲜本身以及来自中国经由朝鲜的影响，造就了佛教、书写、冶金、各种工艺和官僚组织向日本的输入。编年史中还有众多关于朝鲜人在日本和日本人在朝鲜的记录，
这些都被日本和朝鲜的史学家分别解释为日本征服朝鲜或朝鲜征服日本的证据。冰川期的日本与陶器的诞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日本民族的祖先是在掌握书写之前就到达日本了。他们的生物学特征表明，迁徙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而他们的语言则似乎在暗示这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那时，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经由今天的库页岛，通过路桥与俄罗斯大陆相连，而日本最南端的九州岛则由今天的对马海峡通过另一座路桥与南朝鲜相连。日本所有的主要岛屿都互相连接，而今天黄海和东海的大部分水域都曾是中国大陆的陆地延伸带。这样一来，在船只远未发明之前，走路去日本的哺乳动物中，除了现代的日本熊和猴子的祖先之外，还包括古人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实际表明，人类到达的时间约在50万年前。日本北部发掘的古石器很像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的石器，但日本南方的石器则类似朝鲜和中国南方的石器，证明南北路桥都曾经被使用过。冰川期的日本并不是个宜居的地方，虽说日本逃脱了覆盖英国和加拿大的冰川，但当时的气候仍然十分寒冷与干旱，到处都是没有食用价值的松柏和白桦林。这些缺陷更凸显了冰川期日本人的早熟。大约3万年前，他们就成为首批将石器边角打磨锋利，而不仅仅用于凿劈方式制造石器的人类。在英国的考古学中，打磨边角的器具被认为是区分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重大文化进步。而直到近7000年前，类似的石器才随着农业的产生而在英国出现。大约在13000年前，由于冰川在世界各地快速地消融，日本的环境发生了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巨变，温度、降雨和湿度的增加，使得作物产量提高到了当今在温带区令人羡慕的高水平。冰川期被局限在日本南部遍布坚果树的落叶林，此时向北延伸，取代了针叶林，从而将大片对人类而言贫瘠的树林种类换成了丰饶的多产树种。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路桥，把日本从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变成了大型列岛，将曾经的平原变为丰饶的浅海，并创造了绵延数千里的多产海岸线，夹杂盛产海鲜的无数海岛、海湾、滩涂和河口。冰川期的终结伴随着日本历史上2项决定性变革的第一项，陶器的发明。人类第一次可以制造出各种款型的密封容器。随着对蒸煮、焖烧等烹调技能的掌握，此后他们获得了大量之前无法利用的食物来源。在火上烧烤后会变焦或脱水的绿叶菜，如今可以轻松地打开的贝类，可以加热去除毒素、保留营养的橡果和玛丽，煮软的食物可以用来喂养小孩，这样孩子就可以早日断奶，让母亲能够加快生育频率。作为前文字时代的知识库，掉了牙的老人可以通过这些食物活得更久。所有陶器的这些巨大贡献，最终引发了一场人口爆炸，使得日本的人口从大约数千人增长到25万人。日本绳文时代，世界最早的陶器。当然，陶器并非远古日本人的专享，在远古世界，陶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都有独立发明。但是，全世界最早的已知陶器是在12700年以前在日本制造的。1960年，当这些碳十四测出的年代被公布时，甚至连日本的科学家都不敢相信。根据考古学家的常规经验，发明的轨迹一般总是从大陆走向岛屿，小规模的边缘社会无缘向世界其他地区贡献革命性的创举。尤其以日本的考古学家的经验而言，中国才是东亚文化进步的源泉。不管是农业、书写、冶金，还是其他的重要事物，在日本的陶器史向世人公布40年后的今天，考古学家们还没有从碳十四测定的惊诧中回过神来。另有些早期的陶器在中国和俄罗斯东部被发现，亚洲的考古学家们正在争相打破日本的记录，但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仍然属于日本，其出土的陶器
较新月沃地或欧洲的最古老陶器还要早数千年。日本陶器的世界纪录之所以带来如此轰动，背后有许多原因，认为岛民向大陆人学习这一偏见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那些第一批制陶工显然是狩猎采集者，这一点也违背了继承观点。一般来说，陶器是定居社会的专项，有哪支游牧民族会愿意在每次搬迁营地时，除了携带家小和武器，再去倒腾那些瓶瓶罐罐呢？因此，狩猎采集者通常没有陶器。世界上多数的定居社会是在掌握了农业之后才开始发展起来。不过，日本的环境实在是太过丰饶，在这样为数不多的地方，日本得以在保持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同时，安顿下来制作陶器。如此，在集约农业进入日本之前的1万多年前，日本的狩猎采集者就得以在陶器的帮助下开发丰富的食材。而相比之下，新月沃地则是在掌握了农业之后，又等了1000年才开始采用陶器。按照今天的标准，古日本陶器在技术上很简单，这一点并不奇怪。缺乏釉色，没有陶轮，完全是手工制造，在明火上而非炉窑内烧制，温度也相对较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脱胎换骨，成为造型各异、经得起任何年代检验标准的艺术瑰宝。许多陶器都是在陶土湿软时，用绳子在上面滚动或碾压来进行装饰。因为在日语中，绳压装饰叫做绳纹，绳纹一词便被用来指代陶器本身，还用来指代制陶的日本古人，以及从陶器发明之后1万年的整个日本史前时期，则被称为绳纹时代。距今12700年的最古老绳纹陶器来自日本最南端的九州岛。此后，陶艺向北传播，约在9500年前到达现在的东京附近，继而在7000年前到达最北端的北海道。陶器的北上伴随着盛产坚果的落叶林向北扩张，证明食物的暴增是带来定居生活和陶器激增的原因。在日本各地，最早的绳纹陶器都有较为统一的风格，这也证实了陶器仅在南方起源并传播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十种地区风格在1500英里的日本列岛上发展起来。绳纹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特点。绳纹人靠什么为生呢？在日本各地已经开掘的成千上万个考古遗址和巨型贝冢中，我们找到了他们遗留下来的大量生活垃圾作为证据。结果表明，这是一群猎人、采集者和渔民，其享有的丰富均衡膳食，连现代营养学家都要大加赞叹。坚果是其中一种主要的食物门类，尤其是栗子和核桃，加上去除了有苦味的马栗和橡果，秋季可以收获大量坚果，然后把它们放进6英尺宽、6英尺深的地窖里储存过冬。其他的植物食品包括浆果、水果、种子、叶片、嫩芽、球茎和根茎。考古学家通过对绳纹时期垃圾的检索，确定了64种可食用的植物。从那时开始，日本居民就是全球最大的海鲜消费者。在远洋可以用鱼叉捕捞吞拿鱼，熟海豚被赶入浅海，然后用棒子和矛捕杀。这个做法今天依然如此。海豹直接在海滩上猎杀，三文鱼则趁着季节洄游捕捞。大量的鱼被渔网兜住，用雁围住，或是用鹿角刻的鱼钩吊起，而贝类、螃蟹和藻类则在潮间带采集，或通过潜水捞取。病理学家在绳纹人的头骨上观察到高发的耳骨增生，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潜水族中常常被发现。在捕杀的陆地动物中，野猪和鹿是最常见的猎物，其次是山羊和熊。这些野味或是落入陷阱，或是被弓箭射中，或是被猎狗追获。在绳纹时期，近海岛屿也发现了猪骨，让人不禁遐想，绳纹人是否在当时开始试验养猪？关于绳纹人的生计，最具争议的话题当属农业的可能贡献。在绳纹遗址，常常发现某些食用植物的残留，这些植物在日本原本是野生，但在今天却被当作作物栽培。
如赤豆、绿豆和稗子，这些来自升温时代的残留物，并不清晰地显示农作物与野生祖先之间的区分特征，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它们到底是在野外采集而得，还是有意栽培而得。遗址中还有一些并非出自日本本土的食用植物残片，如荞麦、蜜瓜、葫芦、大麻和用作调味的紫苏。显然，这些作物因其自身价值从亚洲大陆引进的。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当升温时代接近尾声时，出现了几种东亚的主要谷物，如稻米、大麦、稷和黍熟。所有这些线索似乎都在急于向我们证明，升温人开始了刀耕火种的农业，但显然这种松散的经营对其膳食的贡献较为有限。我并不想给大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在升温时代，日本各地都能吃到上述所有食物。在日本北部富产坚果的森林，储存坚果的坑洞和海豹捕杀、海钓同样重要，而在坚果稀少的西南部，贝类则扮演更显要的角色。但在各地升温人的膳食，甚至单个升温人的饭食中，仍然能看到多样性的存在。例如，从保存下来的残羹来看，升温人将不同比例的栗子粉、核桃粉、猪肉、鹿肉和血以及禽蛋搅拌制作高碳水化合物的升温富人饼干或高蛋白升温巨无霸汉堡。近代的阿伊努狩猎采集者保留了一种可以长期搁在火上的陶土焖罐，任何食材都可以丢进去炖。他们那些生活在同样地方、吃着同样食物的升温老祖宗，有可能也是这么干的。刚才提到，升温人的陶器包括3英尺高的大家伙，说明这些狩猎采集者的定居特征超过游牧特征。固定居住的证据还包括他们的沉重石器、带着修葺痕迹的半地下大屋遗河、有着上百处住所的大村寨旧址以及公墓。所有这些特征都证明升温人和现代狩猎采集者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狩猎采集者每几周都要更换营地，只修建棚屋，只拥有少数容易携带的器具。这种定居的生活方式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升温人能在近距离方圆内找到资源丰富又特色各异的栖息地，包括内陆森林、河流、海滨、港湾和深海。狩猎采集人群人口密度最高的其中之一就是升温人，尤其是在遍布盛产坚果的森林、洄游的三文鱼和多产海域的日本中部和北部。据估计，升温时代的日本总人口在鼎盛期为25万人，显然这与现代日本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是对于狩猎采集人群而言，那可是相当可观的。在现代社会，只有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加州的美洲印第安人可与之匹敌，而后者也是依靠坚果丰富的森林、洄游的三文鱼和多产海域为生，堪称人类社会趋同发展的惊人案例。升温时代的局限性与对外联系，在强调了升温人拥有的事物之后，我们也必须弄清楚他们在缺乏什么。他们没有集约化农业，仅有的那一点农业也经不起考证，除了狗之外也没有家畜，有没有猪尚不确定。他们没有石具，没有文字，不会编织。升温村寨和墓地里没什么与大量简朴的房屋墓穴形成对比的富丽堂皇之辈，其相对统一的外形表明，酋长和平民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形成。陶器风格的地区性差别意味着迈向中央集权和政治统一的进展还没有发生，而所有这些缺陷特征与距升温时代的日本仅有数百英里的中国和朝鲜同时代社会形成了反差，也带来了公元前400年后席卷日本自身的变革。虽说升温时代的日本即便在东亚也显得与众不同，它却并非是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陶器和黑曜石的传播证明升温时代的船只曾经前往过东京以南180英里的伊豆群岛。陶器、黑曜石和鱼钩也证实了升温时代与朝鲜、俄罗斯和冲绳的贸易。刚才我提到的6种来自亚洲大陆的作物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与之后中国对日本历史的重大影响相比，研究升温时代的日本考古学家并未发现此时的日本
与中国有过直接贸易的证据。相比之后的那些年代，令人震撼的并不是声闻时代的日本确有对外联系，而是那些联系对声闻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是一个保守的微缩宇宙，在1万年的时间长廊里维持着孤立的姿态和少的惊人的变化，是脆弱而瞬息万变的当代世界中一朵淡定的奇葩。弥生时代，巨变与人口爆炸。为了用当代视角看待声闻时代日本的独特性，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公元前400年，当声闻式的生活方式走向尽头时，距日本西部几百英里的亚洲大陆上的人类社会是何状况。当时的中国是一批由精英和平民组成的王国，人们生活在高墙筑起的城邑中，正处于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大一统前夜。从公元前7500年左右开始，中国已经开始发展以北溯南道为基础的集约型农业，并饲养猪、鸡和水牛。此时，中国掌握文字已有至少900年，学会金属工具已有1500年，并刚刚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铸铁术。这些中国的发明流传到了朝鲜，而此时的朝鲜也有数千年农业的历史，并在公元前1000年掌握了冶金术。鉴于对马海峡和中国东海对岸这些持续了数千年的发展，日本在公元前400年依旧由于朝鲜有所贸易往来，但仍在使用石器的文盲狩猎采集者所占据。乍一看似乎令人吃惊。纵观人类历史，掌握金属武器、拥有稠密农业人口供养的军队的中央集权国家，都曾横扫人口稀少、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那么，声闻时代的日本为何能长久屹立不倒呢？为了破解这个悖论，我们先得提醒自己，直到公元前400年，对马海峡的前线分割开的并不是富裕农民和贫穷狩猎采集者，而是贫穷农民和富裕狩猎采集者。中国自身和声闻日本并无直接接触，而是由朝鲜担任日本对外贸易的桥梁。但是，由于培育新型的抗寒稻种耗时漫长，在温暖的中国南方栽培出来的稻米，很久之后才北上到了更为寒冷的朝鲜。早期的朝鲜稻米农业采取的是旱作法而非灌溉稻田技术，因此产量较为低下。所以，早期的朝鲜农业无法与声闻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媲美。尽管声闻人知晓朝鲜式的农业的存在，但它对声闻人来说并无优势，而贫穷的朝鲜农民也没有能力使其影响到日本。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优势最终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戏剧性逆转。我已经提到过，在12700年前九州发明的制陶，以及由此产生的声闻人口爆炸，是日本史上2项决定性变革之一。另一项决定性变革发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来自南朝鲜的新型生活方式以及人口的到来，引发了第二次人口爆炸。这第二次转变以尖锐的方式触及了我们关于日本人是何许人也的问题。这次转变是否标志了朝鲜移民对声闻人的取代，以及他们是现代日本人祖先的事实，或是仅仅表明日本的声闻原住民在掌握了这些宝贵的新技能后，继续占据着日本。新的生活方式最早出现在日本最南端的九州岛北海岸，隔着对马海峡便是南朝鲜。最重要的新元素是日本的第一批铁制金属工具，以及首次出现且无可争议的大规模农业。其农业具有灌溉稻米的特征，考古挖掘发现了一整套运河、大坝、堤岸、稻田和稻米的残留。考古学家把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按照1884年以独特陶器展露于世的东京某地名命名为弥生。弥生陶器与声闻陶器的不同之处在于，弥生陶器的器型与同时代的朝鲜南部陶器非常近似，在新型弥生文化的许多其他源自朝鲜之前却不属于日本的元素中，包括青铜器物、编织、玻璃珠、地下粮仓、用罐子埋葬死人的习俗，以及朝鲜式样的工具及房屋。弥生文化的传播与影响。虽说稻米是弥生时代最重要的农作物，另有27种之前未登陆日本的作物，还有确凿无疑的家猪饲养、
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弥生农民可能还实践了轮作，同一片田地，在夏季用灌溉稻米生产，然后抽干水分，在冬季用作小米、大麦和小麦的旱地栽培。这种集约型农业的高产体系，不可避免地在九州带来了迅疾的人口爆炸。虽说升温时代的时间跨度是弥生时代的14倍之久，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的弥生遗址却比升温遗址要多得多。弥生时代的农民几乎立即就从九州搬到了邻近的大岛屿四国和本州，此后的200年里又到达了东京地区，再过1个世纪又到了本州北端。在九州最古老的弥生遗址发掘的罐子既有新弥生风格的，也有老绳文风格的，但老绳文风格随着弥生文化和陶器途经本州北上传播而逐渐式微。但是绳文文化的某些元素并没有完全消失，弥生农民继续使用着某些绳文款式的削凿石器，而这些在朝鲜和中国早已经被金属工具完全取代。弥生时代的某些房屋是朝鲜风格的，有些则是绳文风格的。特别是当弥生文化传播到东京以北，抵达那些稻米产量较低、曾有绳文狩猎采集密集居住的寒冷地带，一种绳文与弥生混杂的文化诞生了。那里的鱼钩虽是金属材质，但又是绳文款式；那里的罐子虽是弥生器型，但又有着绳文装饰。在初步占据了寒冷的本州北端之后，弥生农民放弃了该地区，估计是因为稻米种植在当地无法与绳文的狩猎采集生活竞争。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本州北部一直是边境地带，边境之外的日本最北端岛屿北海道和居住在那里的阿伊努狩猎采集者，甚至都不被视为日本国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这里才加入日本。弥生铁器最早从朝鲜大量引进，几个世纪以后，日本才开始进行本土钢铁冶炼与生产。同样，也是在数世纪之后，弥生日本才开始出现社会阶层分化的迹象。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墓地中。在公元前100年之后，墓地的某些区块被单独辟为明显是崛起的精英阶级的墓穴，其中可见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如瑰丽的玉器和青铜镜。随着弥生时代人口爆炸的继续，随着所有适合水稻种植的肥沃湿地和灌溉平原的占用，战争的考古证据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建簇的大规模制造，围绕村庄的防御壕沟，被埋葬的用尖锐抛射物刺穿的骨架，这些弥生时代日本战争的印记，证实了中国编年史中关于日本的最早记述，也就是倭土和那个上百个政治团体互相争斗的描述。古坟时代与日本统一，从公元300年到700年，考古发掘和编年史的模糊技术都让我们隐约窥探到政治一元化的日本的出现。在公元300年之前，精英墓地都规模不大，并显示出地区风格的差异。从公元300年开始，被称为古坟的越来越多锁眼形状的巨型土坟堆开始出现在本州的畿内地区，然后蔓延到从九州到北海道的整个前弥生文化地带。为什么是畿内地区呢？也许是因为这里有着日本最好的良田，是当今超级昂贵的和牛饲养地，同时也是1868年迁都东京前日本古都城京都的所在地。古坟长1500英尺，高100英尺，也许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土坟堆。建造它们所需要耗费的可观劳力，以及遍布全日本的统一样式，暗示了指挥庞大劳动力的强有力统治者已经存在，以及政治统一的进程。那些已经被发掘的古坟包含穷奢极欲的陪葬器物，但所有最大陵墓的开掘至今仍然被禁止，因为那里被认为安葬着日本皇室的祖先。古坟所提供的关于政治集权的显著证据，补足了日本和朝鲜之后史料中所记录的关于古坟时代日本帝王的历史。古坟时代，朝鲜对于日本的强大影响，不管是通过朝鲜征服日本，或者是日本征服朝鲜，都直接导致了佛教、书写、骑术、新型陶器和冶金技术从东亚大陆向日本的传播。最终，
随着日本第一部半神话半真实事件改编的编年史在公元712年完成，日本进入了历史的光明之中。到了712年，居住在日本的民族终于可以确凿无疑地被证实为日本人，其语言称为古日语，也确凿无疑是现代日语的祖先。日本当今的明仁天皇乃是当政时成就公元712年首部编年史的天皇之82代直系后裔，并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的来孙神武的第125代直系传人。日本民族起源的3种假说。日本文化在弥生时代的700年间所经历的变化，远比绳文时代的10000年间要剧烈得多。绳文时代的稳定或保守，与弥生时代的激进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是日本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特色。公元前400年，显然发生了宏大的事件，那会是什么呢？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到底是绳文人还是弥生人，或者两者的融合？日本人口在弥生时代激增了70倍之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革？针对这3种不同的假说，一场激烈的辩论拉开了帷幕。一种理论认为，绳文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在逐步进化中成了现代日本人，由于他们之前已经在村寨里定居了数千年，他们也许已经预先适应了农业社会。在弥生时代的变迁中，绳文社会也许只是从朝鲜得到了抗寒的稻种和稻米灌溉技术，以提高农业产量，拉动人口增长，其他的变化乏善可陈。这种理论在某些现代日本人中受到欢迎，因为它将本就不受欢迎的朝鲜基因对日本基因库的影响说降到了最低，并且将日本人塑造成为至少有12000年历史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第二种理论在那些偏好第一种理论的日本人中间颇遭冷遇。该理论认为，弥生时代的变迁代表了来自朝鲜的大量移民输入，且这些移民还带来了朝鲜的农业技术、文化和基因。九州对朝鲜农民而言就像天堂，因其比朝鲜更温暖湿润，更适合稻米种植。据估计，弥生时代的日本接收了数百万朝鲜移民，完全颠覆了弥生时代前约75万绳文人留下的基因影响力。如果真相确实如此，现代日本人便是朝鲜移民的后代，在最近的2000年里才衍生出自身的文化。最后一种理论接受朝鲜移民的证据，但是否认其巨大规模，认为其实是高产农业使得为数不多的稻农移民，并且以远超绳文狩猎采集者的速度进行繁衍，并最终在人口上反超了绳文人。例如，假设只有区区5000朝鲜人到了九州，但是稻米技术使得他们能够以每年1%的增速喂养婴儿，壮大其人口规模。这种速率相对我们观察到的狩猎采集人群而言要快得多，但是在农民人群中则很容易取得。肯尼亚目前的人口增速是每年 4.5%， 700年之后，这5000名移民就有了500万名后代，并击垮了绳文人。正如第二种理论，这一理论也认为现代日本人是经过些微修正的朝鲜人，但摒弃了大规模移民的观点。基因证据与朝鲜移民，通过比较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变迁，第二种和第三种理论在我看来比第一种更具可信度。在过去的12000年里，地球上出现农业崛起的地方不超过9个，中国、新月沃地和其他几个地方。12000年前，地球上人人都是狩猎采集者，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或是农民，或被农民喂养。农业从这为数不多的几个起源地传播开来，通常并非别处的狩猎采集者转向农业的结果，因为狩猎采集者倾向于保守，就像绳文人从公元前12700年到公元前400年所表现的那样。农业的传播主要得益于农民生育的速度高于猎人，且发展出更具潜力的科技，然后杀死猎人或者将其赶出适合农业的土地。在现代社会，欧洲农民正是如此取代了西部的北美印第安猎人、澳洲土著和南非桑人。在史前的欧洲、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使用石器的农民也以同样的方式取代了那里的猎人。相比在这些史前扩张中，
农民胜出猎人的优势之微弱，公元前400年的朝鲜农民胜出声闻猎人的优势可谓巨大。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已经拥有了铁器，朝鲜人还拥有高度发达的集约型农业。这3种关于日本民族的理论，到底哪种才是正解？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直接方式是将声闻人和弥生人的残骸和基因与现代日本人和阿伊努人进行比较。此外，近年来分子基因学家开始在古人类的残骸中提取 DNA， 并将古代日本人和现代日本人做基因比较。研究发现，声闻人和弥生人的遗骸总的来说容易辨别。声闻人的体型更为矮小，前肢较长，双腿较短，两眼较为分开，脸型较短和宽，面部的轮廓则更为鲜明，眉基、鼻子和鼻梁高高隆起。弥生人平均要高出1-2英寸，两眼较为贴近，脸型长而窄，眉基和鼻子扁平。弥生时代的某些残骸仍然带有声闻人的样貌特征。这种情况在几乎所有关于声闻弥生变迁的理论中都有可能出现。到了古坟时代，除了阿伊努人之外，所有在日本出土的遗骨都呈现出均一化，样貌就像现代日本人和朝鲜人。综上所述，声闻人的头骨不同于现代日本人，与现代阿伊努人最为接近，而弥生人的头骨则与现代日本人最为相似。基因学家假设，现代日本人是类似朝鲜人的弥生人与类似阿伊努人的声闻人融合的结晶，尝试着去测算了这2种基因库的各自影响。总体表明，朝鲜弥生基因总体占主导地位，阿伊努声闻基因在日本西南部的影响最为微弱，因为多数朝鲜移民在之前已经抵达当地，且声闻人口本就稀少，而在日本北部其影响较为明显，那里的森林富产坚果，声闻人口密度最高，弥生稻米农业发展的最不成功。因此，来自朝鲜的移民确实对现代日本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我们尚不能确信起因是因为移民本来就人数众多，还是因为数量不多的移民凭借高速人口增长而扩张的结果。阿伊努人的基因更接近日本古代声闻居民，又掺杂了弥生殖民者和现代日本人的朝鲜基因。鉴于给了朝鲜农民以压倒性优势胜出声闻猎人的稻米农业，人们不禁要问，在农业抵达朝鲜之后的几千年里，为什么在日本的进展如此举步维艰，而最后的胜利又是这般突如其来？之前我曾讲过，朝鲜农业的生产力相对薄弱，导致的结果是贫穷农民的地位不如富有的猎人，而最终打破平衡，将天平倾向农民并带来弥生变迁的，也许是4种因素合力的结果。第一，灌溉稻田的发展取代了低产的旱地种植。第二，耐寒稻种的持续改良。第三，朝鲜农民人口的增长致使朝鲜人在压力下移民。第四，铁器的发展使得高效生产大量木质铲子、锄头和其他用于稻米种植的农具成为可能。铁器和集约型农业同时抵达日本的事实不太可能纯属巧合。语言的演变与日韩关系，在本章开篇时我曾经提到过，关于相貌独特的阿伊努人和相貌平庸的日本人如何共享日本的直接阐述。从表面上看，这些事实似乎是想告诉大家，阿伊努人是日本原住民的后裔，而日本民族则是更为晚近的移民后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人类体格学和遗传学都支持这种观点。但我开篇还提到过一项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从而引发多数人，特别是日本人自己，去寻求其他解释。倘若日本人的确是新近从朝鲜迁移过来的，你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日语和朝鲜语彼此非常接近。更宽泛地说，如果日本人是在九州岛上类似阿伊努人的声闻原住民，与来自朝鲜的弥生入侵者相融合的民族，那么日语就该同时表现出与朝鲜语以及阿伊努语的亲缘关系。但是日语和阿伊努语没有发现关联，而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关系也较为疏远。
如果融合仅仅发生在2400年前，这种情形怎么可能发生呢？对于这个悖论，我的解释如下：九州的声闻居民和弥生入侵者的语言，实际上与当今的阿伊努语和朝鲜语存在巨大差别。首先来看阿伊努语，据我们所知，这种语言是日本北部的北海道阿伊努人近期使用的语言，因此北海道的声闻居民也许曾经使用过类似阿伊努的语言，但九州的声闻居民则显然不是如此。从九州的南端到北海道的北端，日本列岛绵延1500英里，在声闻时代曾经出现过从陶器样式到谋生技能的巨大地区间差异，并且从未通过政治手段被调和。在声闻占据的1万年间，声闻人也发展出复杂的语言学多样性，甚至这种多样性有可能在12000年之前也已存在。如果声闻人确如考古证据所表明的那样，通过陆桥分别从俄罗斯和朝鲜到达日本，实际上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多处地名都包含阿伊努语对应于河流的词，但是这种阿伊努的词语在日本的更南部地区就不存在。这表明弥生人和日本先人采用了许多声闻地方上的地名，正如美洲白人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获取地名一样，如马萨诸塞、密西西比等地名。只不过阿伊努语仅为日本最北部的声闻语罢了。九州的声闻语有可能与南岛语共享同一个祖先，后者包括波利尼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和台湾原住民语言。正如许多语言学家所指出的，日语在所谓的开音节偏好上显示出来自南岛语组的某些影响。古早的台湾人作为伟大的航海家，其后代也传播到了遥远的南部、东部、西部，其中一些或许也北上到了九州。那就是说，北海道的现代阿伊努语并非古代九州声闻语的模板。同理，现代朝鲜语也不能如实地再现公元前400年的朝鲜移民所使用的古代弥生语言。在公元676年朝鲜实现政治统一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存在着3个王国。现代朝鲜语源自成功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国语言，但是新罗并非在之前几个世纪里与日本有着密切交往的王国。早期的朝鲜编年史告诉我们，不同的王国拥有不同的语言。虽然被新罗打败的2个王国的语言已经鲜为人知，但作为战败国之一的高句丽，其留存下来的少数几个词汇与古日语词汇的近似程度远胜于现代朝鲜语词汇。在政治统一进程到达三足鼎立的阶段之前，公元前400年的朝鲜语也许多样性更甚。我怀疑公元前400年传入日本并发展成为现代日语的朝鲜语与发展成为现代朝鲜语的新罗语大不相同。因此现代日本人和朝鲜人之间外形和基因的相似性远超过2种语言的近似性，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奇怪。考虑到日本民族和朝鲜民族目前的相互仇视，这个结论很可能在日本和朝鲜都同样不受欢迎。历史给了他们对彼此产生厌恶的充分原因，而其中尤其以朝鲜人对日本人的厌恶为甚。正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是血脉相连的民族，但又深陷积怨的迷障，而积怨具有双向毁灭性。这一点在东亚和中东都是如此，即便日本人和朝鲜人都不愿承认。事实上，他们就像一对共享了成长岁月的孪生兄弟。在很大程度上，东亚的政治前景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地重新找回联系彼此的古老纽带。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日本人乃何许人也这个部分，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